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小区现在依旧还在封锁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去健身房了。多亏前段时间新入手了一组弹力带，可以勉强代替一些健身房的力量器械。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，这一期还是按标题我来拍一下我今天的欺骗餐。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欺骗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，我看不同的博主分享出来好像也不太一样。不过对于我来讲，可能就是我不是一般是用低碳水饮食来保持现在的身材吗？但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吃一些传统的碳水类食物，像面包，我现在还有办法自己烤低碳水的面包，但像饺子和面条这种通常烹饪方法跟水有关的，我现在还真的没有办法研究出来。那总之，我今天就是非常想吃碳水类食物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幸亏我在小区封锁之前搞了一次大采购，然后当时买了一包大饺子。话说，对于正在尝试低碳水饮食的人来讲，如果你哪天真的非常想吃碳水，饺子，特别是里面肉多或者是这种包了整块虾仁的饺子，在碳水里面还算是比较友善的，因为它碳水部分的含量其实不高，而且饺子的个头越大越好，因为现在饺子皮一般都是同样的厚度嘛，你饺子的个头越大，它整体碳水的占比就越少。然后如果里面的海鲜或者是肉更完整，那么它提供的蛋白质其实还挺多的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如果平常偶尔吃饺子会在家里用的，很快速就能把它做出来的一个方法，而且不用烧水，也不用放油，甚至你都不需要把饺子解冻，直接从冷冻层拿出来就可以用，全程只用空气炸锅，不放油就能做出煎饺的感觉。做法真的很简单，拿出空气炸锅的抽屉，然后这包饺子是我刚从冷冻层拿出来的，还是硬邦邦的，不用管，直接把它们放进空气炸锅的小抽屉。如果是稍微多了一点的话，你就把部分的饺子稍微斜一点。用空气炸锅烹饪的时候，你只需要里面的食物纵向没有太多的交叠，它就不会妨碍它加热，让它们基本处于一个平铺的状态就行了。然后这帮还冻着硬邦邦的饺子，直接嘿，什么东西都不用放，不用放油，然后把温度调到最高，一般来讲都是200摄氏度，直接加热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后出炉了，大家看看饺子的状态。速冻饺子直接进空气炸锅出来是这个状态的，它像煎饺一样，外皮是脆的，不过没有油。这个时候记得不要用手去拿，现在这个饺子真的非常的烫，还是得用筷子来摆盘。你直接用冻的饺子来做这个，除了比较方便以外，它还有个好处就是你的饺子从空气炸锅里面出来的状态不会太干。这整盘无油煎饺子10分钟就搞定了。来看看静静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我通常吃饺子会用的经典蘸料。材料很简单，首先是一点薄盐生抽，然后是一点镇江香醋，差不多是和刚刚的薄盐生抽一样的量。然后是一个秘密武器，我家现在最常备的一种辣酱，这个川南油辣子。这个叫酱可能不太合适，它是那种，这应该算油泼辣子吧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它里面的辣椒还是脆的。放这样一小勺进去，不用担心这个酱料会过辣，因为我们都只是蘸一下，并不是所有的辣子全都吃进去了。现在这个饺子应该温度刚好，可以直接用手拿。如果有人在担心这饺子真的熟了吗？来看看这个里面的状态，该白的肉已经都白了，刚出锅的时候里面也是相当烫的。咬一口之后再蘸一个这个酱，效果更好。但是它那个辣不是浮在表面的那种辣，就我也不是很能说清楚，但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感觉。这个饺子如果大家担心熟不透的话，可以多给它加热5分钟。另外，大家的空气炸锅的性能可能不太一样，但就我目前实验来看，200摄氏度10到15分钟出来的口感都挺好的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这么多。然后正好楼下好像通知要做核酸了，我得赶快去做核酸了。那么最后再安利一下，我真觉得对于学生党和上班族这种没什么时间的人，想健身又想吃得好一点，空气炸锅是你该入手的第一个厨具。那好，那么今天的这期小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，觉得有用，麻烦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投币。
我是 Maxi，那个教你怎么吃的健身博主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拜拜。